无畏曲折迷离 ，KJ 奇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自从在61年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首次进入太空后，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便开始突飞猛进。宇宙深处究竟有着什么？对这个问题最有话语权的，当属各国的宇航员了。而历史上的确有不少宇航员曾在太空中目击过不明物体，甚至还有不明生物。难道太空中真的存在外星生物吗？美国宇航员杰瑞·林恩格曾公开表示，他坚信宇宙中存在着人类之外的智慧生命，而且越来越多的宇航员也开始透露自己在太空中的离奇遭遇。比如，第二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奥尔德林就曾在采访中透露，有不明生物在阿波罗11号登月的途中一直在跟踪他们，且跟到了月球上。虽然官方机构从未正面回应过宇航员的离奇经历，也一再以没有足够证据这样的掩盖式的态度来回应，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对外太空的好奇和对真相的探索。今天我们就从一些宇航员的离奇经历中去寻找答案。很多朋友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听说过，在苏联的礼炮7号上发生的2次太空天使目击事件。在之前的一期视频中，我们曾详细介绍过这一事件。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在看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再去看一下那一期。据亲历的3位苏联宇航员回忆，他们3人在同一时间通过舷窗看到了一片如同火焰般的橙色云彩，它发出的光极其明亮，几乎把整个太空站都照亮了。随后，云彩逐渐显现出了7个长着翅膀的天使形状，整个过程持续了10分钟之久。更神奇的是，就在这天不久后，新来的3位宇航员和之前的3位宇航员又目击到了同样的不明物体。随后，6人都进入了一种舒服和平静的状态。据宇航员们的回忆，太空天使们大概有25米高，而且天使们看起来十分的和善，似乎在同6人分享着一种和平和喜悦。有人认为他们是遇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生物，并且被短暂地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件事在当时还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极大关注，华盛顿邮报还大篇幅地报道过此事。除此之外，在2010年2月，外星智慧生命研究中心创办人格里尔博士组织了一些人在佛罗里达州进行第5类接触实验时，他也曾拍到过一个有着天使形状的发光物体，并且颜色也和苏联宇航员看到的相似。还有2015年7月31日，一张由美国 NASA 拍摄到的如天使一般的不明影像也引起了人们的讨论。照片中的美丽身影就像飞翔着的天使一般，其周围还有着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晶片，如同蝴蝶一般美丽。就在同年的11月16日，NASA 再次拍到了闪耀着火焰般光芒的形似天使的不明物体。不知道你们是否相信有巨型生物生活在我们的太阳系当中呢？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苏联宇航员有着类似经历的宇航员其实还有很多。曾经登上月球的第2个人奥尔德林就是其中之一。1969年7月，3位美国宇航员乘坐着阿波罗11号，完成了人类第1次成功的登月任务。其中，巴茨·奥尔德林正是当时的登月舱驾驶员。然而，就在阿波罗11号从地球飞往月球的途中，奥尔德林突然发现，在舷窗外有一个不明物体，似乎正在和他们一起移动。于是，他和另外一位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去到窗边，试图弄清楚那究竟是什么。奥尔德林看向窗外，只见一个不明飞行物正相对于他们飞速地运动着。2人一开始猜测，那也许是刚刚脱落的上一级火箭的残骸吧，但似乎又不太像，因为不明物体和他们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远，这就意味着那个物体的飞行速度非常之快。但为了完成登月任务，2人只能先把这件事儿放在一边。
他们最终也没有弄清楚那究竟是什么。奥尔德林把这次太空目击事件公之于众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再加上比他先一步登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在返回地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一脸沉重的表情，让人类的第一次登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事实上，奥尔德林相信那个不明飞行物当时是在跟踪他们，并和他们一起去到了月球。还有些人甚至认为，在奥尔德林到达月球前，外星种族已经先他们一步在月球等待他们了。还记得以前的一期宇航员变玄学家那一期吗？我们聊过第6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艾德加·米切尔。正是因为在登上月球后与外星人有了非同寻常的感应，他决定在返回地球后从 NASA 退役。后来他用他的余生专门从事人类意识和超自然事件的研究。他说自己从月球返回阿波罗14号时遭遇了外星人。他形容道，当时有一种被某种东西注视的奇怪感觉，仿佛一瞬间和宇宙中的智能生命产生了一种心灵感应。他表示自己从未有过那种感觉，那时候外星生命正在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曾在采访中说道，从月球回来后，我的信仰彻底改变了。30年前，我认为人是宇宙间唯一的智能生物，但现在我不这么看了。试想，是什么可以改变训练有素的宇航员的信仰呢？如果他们没有在宇宙中遇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又怎么会在回来后做出如此大的改变呢？杰瑞·林恩格是一位现在已经退休的 NASA 宇航员，他也曾有过一段自己无法解释的经历。1997年1月12日，林恩格乘坐亚特兰蒂斯号去到和平号空间站运送补给物品，并与2名俄罗斯宇航员一同在空间站执行任务。在那里，林恩格度过了人生中最危险的5个月。他们甚至经历了一次航天器在轨道上发生的重大火灾。幸运的是，林恩格最终安全地返回了地球。直到很久以后，林恩格才向人们透露了他在太空中所遭遇的真实经历。一次，当林恩格在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在距离飞船很远的地方看到了一个白色的球状物体。据他形容，那是一个有点像雪球的东西。林恩格感到非常奇怪，他立刻用通信设备向另一个俄罗斯宇航员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但队友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之后，林恩格只能猜测，也许那是什么东西从外部的燃料箱脱落了出来吧。但奇怪的是，这个球状物体穿过了他们的原定路线，以奇怪的方式飞走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白色不明飞行物是当时空间站里美国和俄罗斯的宇航员都无法识别的东西。林恩格对此还表示，宇航员看到这些东西其实并不罕见。他认为那个球状物体或许是一种前来拜访他们的外星生物，尽管他没有实质的证据，但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科学家们无法解释的东西。也许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林恩格对外星生物的存在呈十分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人们不能说可以解释一切的事情，因此他坚信宇宙中一定存在着人类以外的智慧生命。而且地球上有的人总以为自己才是这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物，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傲慢的想法。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宇航员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但事实上，很多从事太空项目相关工作的人都曾被明确要求不要泄露太空的秘密。在 NASA 制定的太空计划中，就曾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要求相关从业人士需要努力避免谈及可能存在的不明飞行物以及外星生物。NASA 出台的这项规定的依据源于一份布鲁金斯报告。1959年开始的水星计划是美国的第一个载人航天计划。就在该计划实施的2年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就发布了一份相关的报告。其最终的结论是，如果公众被官方告知了任何外星生命可能存在的证据，
社会大众将难以接受，并出现混乱。而根据 UFO 研究人员的说法，第一批涉及掩盖太空 UFO 的事件很快就发生了。这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发生在1965年的12月4日，也就是双子座7号的飞船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后不久。当时飞船上有弗兰克·博尔曼和詹姆斯·洛弗尔2位宇航员，在刚开始执行任务后不久，他们就目击到了奇怪的物体在跟随他们。随后他们立即报告给了 NASA， 说在飞行轨道附近出现了一些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不明飞行物。但出乎意料的是， NASA 控制部门对他们的报告不仅没有进行跟踪和调查，反而回应2位宇航员说，那只是推进火箭的碎片而已，这种小事儿根本不需要向他们报告。但事实上，宇航员们在后来又多次目击到了相同的不明飞行物，而且一直都没有得到能说服他们的解释。当然，后来这起目击事件就被掩盖了过去，直到 UFO 调查人员的介入，这起事件才被公之于众。其实我们现在从各方媒体了解到的宇航员目击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毕竟如布鲁金斯报告透露的那样，我们人类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外星人存在的事实。浩瀚的宇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人类的科技水平现在还远远达不到星际旅行的水平，甚至我们连太阳系都没有走出去过。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再继续不断的探索，希望有一天那些未解之谜将不再是未解之谜。